心灵是我们的作家，生活是心灵的舞台，探索心灵的无穷力量，让智慧与爱充满能量。大家好，我是心灵陪伴师阿日，记得订阅关注我的频道，让我带你进入心灵世界。根据中国历史传说，月下老人是一位掌管姻缘的神明。传说他居住在月亮下，每个人的姻缘红线都是由他编织的。当人们在世间相遇，真心相爱时，月下老人就会用红线把他们的小指绑在一起，象征住他们将来会结为夫妻。这个传说象征住爱情的力量，无论距离有多远，真爱总是会连结两个人的心。在社会上，如果是单身的人，无论男女老少，通常会在求姻缘上去参拜月下老人，希望他能够保佑他们找到婚姻的另一半，并且有幸福美满的婚姻。月下老人的形象通常是一位仙风道骨的老人样貌，手持红线跟姻缘簿。简单来说，月下老人就是中国文化中的婚姻神明，负责编织人们的姻缘红线，让他们能够找到幸福的伴侣。在中国文化中，月下老人的形象和故事流传甚广，他被描绘成一位白须白眉的仙翁，通常穿着道袍，手持红线。传说中他拥有神奇的力量，能够安排人们的姻缘，使他们在对的时间、对的地点遇见彼此。月下老人的传说在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中都有提及，尤其是诗词和戏曲。在《红楼梦》这本古典名著中，就有描写月下老人为主题的诗歌，描述了人间爱情和姻缘的甜蜜与辛酸。在一些特定的节日时，人们会特别去参拜月下老人，希望他能保佑他们的爱情和婚姻。像是在农历7月7号时，我们称之为七夕，或者是在每年2月的西洋情人节，还是农历的8月15号月老的生日。在这些日子时，单身的人大多会选择到月老庙，祈求月下老人保佑自己的爱情，希望能够在未来一段时间能有好的姻缘出现在身边。不管现在的你是处于单身阶段，还是已经找到了另一半，月下老人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爱情和姻缘的神奇。他的故事和形象深深影响了人们对于爱情的理解和追求，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，它都是代表着爱情美好和纯粹的象征。你想求姻缘或桃花吗？在到月老庙之前，你要先准备一些贡品，因为月老喜欢吃甜的，所以可以准备一些糖果、巧克力或是甜麻薯，这样才会帮你讲好话。你可以先想好自己的理想型条件，这些条件要尽可能的能够具体且精准的描述。若有喜欢的对象，也要说清楚对方的姓名，并带着虔诚的心去求姻缘或者幸福的婚姻。记得要去拜月老时，尽可能自己去，不要找朋友或其他人一起去。抵达月老庙后，找到月下老人的神像，通常会供奉在一个神坛上，可以向庙方购买香和金纸，记得在金纸盒上写下自己的姓名和生辰八字，然后将你带来的贡品放在神坛上，表示你的尊敬和虔诚。接下来点燃香后，就开始按照各庙宇的参拜顺序依序参拜。在参拜月老星君时，记得要做自我介绍，告诉他你的姓名、地址、生日及年龄，最后记得告诉他你喜欢的类型及理想型条件，表达自己的心愿，希望月下老人能保佑你的姻缘，让你早日找到幸福的伴侣。通常月老庙都会提供红线来给求姻缘的人求取。如果你想要求取红线，必须要经过月老的同意。在经过知晓取得月老同意求取红线后，红线要记得在香炉顺时钟方向绕3圈过炉，这样的红线求取才有意义。如果你和月老有约定好，顺利的找到理想的另一半，记得带着喜饼或喜糖回来还愿，也算是圆满完成。在参拜完毕后，你可以在月老庙的周围逛逛，有时候还可以买一些纪念品，像是吊饰或者幸福符之类的，作为对这次求姻缘的纪念。在台湾的月老庙求姻缘就是一个传统的方式，希望月下老人能听到你的心愿，保佑你找到美满的爱情和婚姻。有些人认为去月老庙求姻缘可以让他们集中心思，把祈祷的心情表达出来，这样可能会给自己有更大的信心，让自己更有勇气去寻找爱情。有时候当你真诚的祈求，可能会让你更积极的投入，然后结果可能就会比较好。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一种心理安慰，可能效果并不是因为月下老人的帮助，而是因为你自己的心态变得积极了。
爱情的事情本来就很复杂，很难用一种方法来确定是否有效。许多事情都是因人而异的。有些人可能真的会在求姻缘后遇到了自己的爱情，觉得是月下老人的保佑，而也有人可能没有明显的改变，但他们或许会相信这种传统，把它当作一种仪式，表达对爱情的尊重和期望。无论如何，重要的是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，相信爱情和美好的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人的前世今生就像是一部戏剧一样，每个人都会在这部戏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有时候你可能在这一辈子里认识了某个人，感觉特别熟悉，仿佛早就认识一样，这就像是你们在前世已经有过交集，然后在这辈子又遇见了，就像是戏剧里的角色带着这种熟悉感，让彼此再次相遇一样，让人去相信有前世今生。其实有很多种方式，有些人可能会透过梦境或者灵感感受到之前的经历，觉得自己和某个人或地方有深刻的联系。还有一些人可能会经历所谓的灵魂亲和，就是在见面不久就有种强烈的情感连结，仿佛早就相识了很久那般。曾有一对情侣，他们在大学里相识，一见钟情，迅速成为了亲密的伴侣。他们彼此之间的默契和情感非常强烈，仿佛早就认识了很久。在他们开始交往不久后，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巧合，他们两人的家族曾在几代前是好朋友，并且有许多相似的经历。在了解家族的历史和故事后，他们是上好几代的曾祖父母，在一个古老的村庄里相遇，并且因为一次意外的相遇而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由于种种原因，他们的家族分别离开了那个村庄，但是他们的友情在历史的长河中持续流传，直到今天，这对情侣再次相遇，像是前世的友谊再次继续。而像在一些宗教、哲学或灵性的信仰中，也可让人更容易接受前世今生的可能性。例如佛教和印度教都有着轮回转世的概念，认为灵魂在不同的生命中不断转世，有机会再次相遇。这些信仰可以给人一种安慰和希望，让他们相信前世今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前世今生对于每个人来说，有着一个充满神秘和想象的空间，每个人对此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和体验。虽然我们无法确定他们的灵魂是否真有在前世交集过，但无论你是否相信，这种想法都能够丰富我们对生命和爱情的理解。爱情的正缘就像是命运的一种安排，指的是两个人的缘分来得正好，互相吸引且契合，感情发展得很顺利，就像是天意的指引，让你们彼此相遇并相爱。你可以把正缘想象成是一种完美的拼图，好像所有的拼块都刚刚好的契合在一起，就像是你和对方一起探险，无论走到哪都仿佛是注定的。你可能会发现，和这个人在一起就像是你在最自然的状态下，有时候你们可能会同时开口说同样的话，或者选择相同的事物。这种奇妙的巧合会让你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心灵连结。当正缘出现时，你会感受到一种奇妙的默契，就像是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彼此之间的交流特别顺畅，好像能够读懂对方的心思。你会发现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，心情特别愉快，烦恼似乎都暂时远离了。你可能会感到彼此之间的心灵连结非常深刻，仿佛早就认识了一样。对于择偶对象，正缘的出现可能会让你有一些改变。以前你可能比较注重外表或者社会地位，但现在的你可能会更加重视内心的感受和直觉，而不仅仅是外在的条件。择偶对你来说不再只是基于表面的条件，你会更容易感受到和对方是否有共鸣，更关注你们是否能够在心灵上相互支持和成长，是否有一种心灵上的交流。外貌和社会地位虽然还是重要，但不再是你唯一的考虑因素。你可能会更加重视与对方的情感交流和价值观的看法，寻找那种能够与你分享生活中高峰和低谷的人，而不仅仅是一个陪伴的身影。这些都将成为你评估择偶对象的重要依据。爱情的正缘就是一种特别的缘分，两个人的感情和谐，会让你感受到一种深刻的情感心灵连结。两个人的缘分虽然来得刚好，但在现实生活中还是需要不断的努力和经营。
但也因正缘会给你们一种特殊的动力，会使你们更有动力去克服困难。你们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共鸣和默契，对择偶对象的看法也会有所改变，更注重是否能够在生活中互相扶持，并一起共同走向未来。好了，到了最后，今天跟你们分享就到这。如果内容你喜欢，也觉得有帮助到你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也请你将影片分享出去。我们下次见。